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大家好，为您带来最新的专业洞察。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摩根大通撰写的报告。其实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个场景，就是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那种极度渴望，正在彻底改写全球电池供应链的逻辑。对，这份报告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带您探讨电子产业怎么从单纯的电动车驱动，加速转向这个 AI 数据中心与全网机载化共点。没错，而且我们今天也要来拆解一下近期市场因为恐慌情绪而造成的错杀真相。其实，如果你只看宏观的绿色能源愿景，现在好像是个黄金时代。但是把镜头拉近看近期微观市场的震荡非常剧烈，像5月份整个电池板块就修整了10%至20%。哇，10%到20%，这个修正幅度真的不小。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种恐慌情绪到底从哪来。现在碳酸锂现货价格逼近20万人民币大关，市场直觉一定会认为，成本飙升会立刻压垮终端需求嘛？这是很典型的直觉反应。就像显卡变贵的时候，大家以为没人买电脑了，但 AI 运算需求却让大家不得不买。所以碳酸锂逼近20万，真的导致需求崩塌了吗？完全没有。这可以说是市场目前最大的一个盲点。这份报告用很具体的数据推翻了需求崩塌的这个论点。哦，数据具体是怎么说的？你看6月虽然是传统的行业淡季，但是报告指出，中国前6大电池厂的排产计划不但没有缩减，反而逆势按月成长了4.5%。等一下，在淡季而且成本高涨的情况下，还能成长4.5%，他们难道只是在超额生产来消化库存，还是背后真的有实质需求？是真正的实质需求。而这股推力就是来自我们刚才提到的全网机载化供电，就是 AI 数据中心带动的那一块。没错，您可以这样想。AI 数据中心是需要全天候24小时运作的，可是太阳能还风电却是看天吃饭。对，晚上就没太阳了嘛。所以为了让这些间歇系的绿色能源变成稳定供电的机载，就必须强烈依赖庞大的电子阵列来作为缓冲。面对这种电网改造，储能已经不再是那种随时可以被削减的弹性支出了，它变成了 AI 扩张下的硬性刚需。超额利润到底流向了谁？这份报告里面提到，全球有高达152亿美元的资金版图，这些聪明的钱现在都在买谁？资金目前高度向亚太市场集中，其中中国占了37%，韩国占了32%，几乎都集中在亚太地区了耶。对，而且报告特别点出产业内的大象起舞现象，像是宁德时代在第2季度的产能竟然按年爆发成长超过80%。哇，80%，这基数已经很大了，还能这样跳？是的，摩根大通也因此给予宁德时代、还有阳光电源以及乐金能源解决方案等企业超配评级。不过产能大是一回事，为什么资金会这么极端地集中在这些头部企业？报告中提到的技术溢价，具体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因为现在的竞争已经不是单纯比拼谁能把电池容量做大了。电网级别的储能系统，它需要极致的热管理。毕竟安全第一嘛。对，还有超高频的充放电稳定性跟超长寿命，这些都是二线厂根本无法保证的技术可靠度。所以说，市场的估值逻辑其实已经转向了。没错，资金正快冲向具备防御属性与技术壁垒的头部 franchises 集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强者恒强护城河越来越深吗？不过，在我们看好这些 franchises 的同时，如果欧美竖起地缘政治的关税壁垒，这种优势还能维持吗？这正是报告明确指出的第一大下行风险。如果欧美祭出更严苛的绿色贸易限制，这会直接提高跨国企业的合规与营运成本。那会影响多少利润空间？报告评估，这可能会压制他们14%至17%的长期利润成长目标。14%到17%，这政策高墙确实是一大阻碍。而且，就算他们能透过海外建厂来绕过关税，上游原料的未爆弹应该也还在吧？当然还在。如果碳酸锂因为矿区罢工这类非线性因素真的突破20万大关，并且持续往上呢？那将会是双重打击。一旦原物料价格出现这种非线性波动的暴涨，即使是龙头企业，要把成本完全转嫁给客户，也需要时间跟谈判筹码。
这样就会剧烈挤压中下游电池企业的利润空间了，求底气。同时要紧盯巨头们相较于二线同业的利润率溢价 delta。对，这才是真正能看透产业底牌的硬指标。那在节目的最后，想留给您一个延伸思考：在 AI 耗电量无止境攀升的未来，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电池龙头，还有哪些绿色能源基础设施能具备这种强大的定价转嫁能力？没错，这绝对是下个阶段非常值得大家好好探索的议题。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警语：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